县委书记来县委报道，却被门卫拦在外面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站住你！同志，什么同志？讨饭也不看看地方，这是县委会，你懂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。焦裕禄拿出自己的雕脸，门卫这才知道眼前的男人是新来的县委书记。县委的干部们正围着潘部长抱怨，纷纷想要从这个贫困县调离。眼下正缺干部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当逃兵呢？那王书记怎么调回开封呢？就是啊，他为什么王书记为什么走啊？我们就不能走。你们怎么能跟他比呢？王书记年老多病。这时焦裕禄走了进来。哎呀，焦书记，你来的真快呀！地委刚刚电话通知我们。哦，王书记正等着你呢。前任书记是焦裕禄的旧相识。老王，2年不见，怎么头发全白了？一言难尽，这鬼地方。得知焦裕禄还没吃饭，老王非要拉着他下馆子。今天晚上我就回开封去，再晚点送不上你。老王把兰考严峻的形势告诉他。晚上焦裕禄在宿舍怎么也睡不着，这里的条件远比他想象中还要恶劣，可他却并没有丝毫退缩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喊上秘书一起下乡了解情况。路上他们遇到一群人在打一个男人。怎么回事？他都掰手。就是他。同志，娃娃饿呀，队里秋粮只分了老秤12两高粱，俺全家揭不开锅了呀！揭不开锅，你去偷啊你！住手！打你！焦裕禄呵斥众人住手，他上前夺掉打人者手中的棍子。你有什么权利打人？这时男人的妻子抱着孩子赶到，一家人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焦裕禄见状急忙扶起他们。你是队干部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县委书记。你赶快把人放了，带我上村里看看乡亲们，咱们合计合计救灾的事儿。焦裕禄拿掉男人脖子上的番薯，男人激动的立刻跪在地上。青天大老爷呀！青天大老爷，起来，快起来！不要这样啊！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，对不起乡亲。焦裕禄在灾情严重的公社住了7、8天，到处访问贫下中农进行调查研究，以至于县委的很多干部都没见过他。大家发牢骚说县委快成救助站了，横天的就是发放救济粮、救济款、救济便宜、救济煤，都快成讨饭衙门了。说的是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哎，你们说话注意点儿。焦书记刚刚到，别净说些牢骚话。焦书记有能耐，来了几天了，人影都不见。县委书记都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，干脆咱们都调走算了，眼不见，哼，心不烦。这时吴县长请角落的焦裕禄给大家讲话。焦裕禄提议和大家到火车站看看。风雪交加的夜晚，火车站广场围满了灾民，为了不被饿死，他们准备背井离乡离开兰考，到外面去讨生活。等火车进站，所有人争抢着往上挤。焦裕禄提醒大家注意老人和孩子。等火车离开，焦裕禄捡起地上的半个窝头，他的内心被深深触动。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火车站的情景。故土难离呀，同志们！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、骨肉乡亲。这大雪天的，他们拖家带口，背井离乡，心里头是啥滋味？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，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，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，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？得知国家调运过来的救灾物资在火车站已经积压了整整8天无人问津，焦裕禄决定立刻把这些物资分给受灾的群众。他找到负责分配物资的吴县长。老吴啊，关于救灾物资，我不知道是你具体抓这项工作，不过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事先没来得及给你通气儿，可能有些欠妥哟。老焦啊，工作上咱们得互相支持啊。昨天这事儿虽然我不在场，可你这样做确实让我有点难堪呐。吴县长说，他之所以还没有分配物资，是因为这几天正忙着筹办一个重要的展览会，省地有关领导都非常重视，办好了还要召开经验交流会。焦裕禄认为目前首要任务是解决灾民的温饱问题，救灾工作牵扯到千家万户，连着全县人民群众的心，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，而不是去做那些面子工程。吴县长却不赞同焦裕禄的想法。群众有时候觉悟不高，目光短浅，往往只看到了眼前的一时温饱，而看不到长远的今后和将来。
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还谈得上什么今后和将来啊？老焦，你这话可危险啊！看到那些挨饿受冻、背井离乡的老百姓，我不能不这么说。见两人意见不合，焦裕禄只好离开。隔天一早，他带领县委干部顶着风雪，把物资挨家挨户分发给受灾的群众。大娘，天上哎，下雨哎，地上流哎，大爷，啥子哎？您这病咋样了？有哎，快过年了，我们给您送点粮食和钱来啊，你们先用着。大娘，这是20块钱。这可怎么好啊？大娘，您就拿着吧。大爷，你是谁呀？我是您的儿子，是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您来了。几天后，焦裕禄的家人也来到兰考。吃饭时，孩子们都喝着小米粥，妻子却给他端来一碗大米饭。焦裕禄询问哪来的大米，是吴县长特批了20斤大米，还亲自送到家里来了，说是按照规定可以照顾你的慢性病。吴县长可真是个热心人，这个家也是他帮助张罗的。焦裕禄听后立刻停下筷子，他刚在县委做了规定，取消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，现在怎么能带头不执行呢？他让妻子把20斤大米收好，把碗里的鸡蛋都分给了孩子们。这天他在下乡走访时，路过一间牛棚，见大爷牲口养得好，便上前攀谈。老大爷，您这个牲口喂得好啊！您夸奖了。我转了这么些地方，您这个牲口棚算是头一份呢。您得给咱大伙介绍介绍经验啊！老大爷询问他是干什么的。兽医，眼睛。哦，您是牲口贩子。大爷，我叫焦裕禄，在县里工作。哦，您就是焦书记啊？听说过，您可真不像个大官。老大爷告诉焦裕禄，兰考有3宝：泡桐、花生和大枣。泡桐压风挡沙，易灾救活；沙土地是最养花生的，而花生秧又是牲口的好饲料。大枣房前屋后都可以种，能填肚子，能卖钱，样样都是宝。他还给焦裕禄推荐县园艺厂的老厂长，那可是远近闻名的种泡桐专家。随后焦裕禄就来到县园艺厂，老厂长许诺等开春时，焦裕禄要多少泡桐，他就能种多少。你这么有把握？你忘了，我有个宝贝疙瘩，刚刚试验成功了泡桐埋条育苗法，可解决大问题了。哦，你是说那个林学院的大学生小魏？小魏是不久前刚分到兰考的，因为是南方人，生活上很不习惯，整天吃不上大米饭。未婚妻又来信跟他闹矛盾，最近情绪很不稳定。焦裕禄刚好带了家里的20斤大米，并承诺今后会按月分配给他。交谈中，他发现老厂长脸肿得厉害，提起裤管一捏也有很严重的浮肿。他叮嘱老厂长要赶紧去医院治疗。您就别为我操心了，我也一大把年纪了，就为您这主帅当个过河卒子，拱到哪儿算哪儿吧。走，咱们瞧瞧小魏去。你可别大意了。两人来到园艺厂的宿舍，发现小魏的门上贴着一张字条。这时女儿着急地跑了过来，她告诉老厂长小魏走了，说要回无锡老家去，我撵着劝了半天也留不住啊。走了？我去看看。焦裕禄听后直奔火车站。焦书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要走，我来送送你啊。尽管焦裕禄想让小魏留下，可想到兰考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小魏远在老家的未婚妻，挽留的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小魏啊，你走得急，来不及准备。刚才我在那个泡桐苗圃里啊，抓了一把沙土。一呢，就算是我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；二呢，还希望你今后再帮助我们研究研究这个土质啊。不管到了哪里，都不要忘了地图上还有兰考这么一个地方啊。焦裕禄把小魏送上火车，他追着火车想和小魏告别，可直到精疲力尽也没见小魏的身影。此时焦裕禄已经得了肝癌，经常会感到腹部疼痛。等他起身后，发现小魏并没有离开。焦裕禄眼中满是感动，他感谢小魏为了兰考做出的牺牲。焦裕禄找来县委干部、技术员、农民，组建了一支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调查队。面对风口，他果断下达命令：锁住他，用防风林锁住他。1道不行，2道，2道不行，3道，挖防风沟，筑防风墙，拼命也要堵住这个风口。堵住
他！要躲住那个谁！听说焦裕禄要回来，妻子给孩子们说中午吃红烧肉，可买肉时焦裕禄却让他先还了孙秘书的钱。原来刚才他碰到一个社员孩子生病，便用身上的钱帮孩子交了住院费，因为不够还借了孙秘书5块钱。这后天才发工资呢，还了这钱可就没法买肉了。哦，那就留着下个月吃吧。啊。回到家，孩子们正围着一桶鱼玩，这些鱼是渔场的人送来的，因为焦裕禄经常到那里帮忙干活，所以送来给他尝尝鲜。孩子们也嚷嚷着中午要吃鱼，可焦裕禄却教育孩子把鱼退回去。这鱼啊，是叔叔们花劳动养大的，咱可不能白吃啊。就要吃嘛。听话啊，乖孩子，晚上爸爸给你讲小时候放羊的故事。好长，爸爸一定要讲啊，爸爸。你们俩把鱼送回去吧。别忘了谢谢叔叔们啊。吃饭时，小儿子嚷嚷着要吃红烧肉，还把手里的窝窝头扔在了地上。骂别人骂货，骂说不说话，骂别人骂货。焦裕禄怒斥儿子把窝头捡起来，把窝头捡起来。不捡。捡不捡？不捡就不捡。别打了，老舅。你看你，孩子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。是我答应孩子中午吃红烧肉。妈也真是，说好了为啥不买？再说爸也要吃点肉啊。别怪你妈妈，是爸爸把买肉的钱给花了。焦裕禄心疼地抱着儿子，不哭啊，爸爸错了，爸爸检讨，好吗？知道吗？这粮食啊，是国家支援咱们灾区人民的，从好远好远的地方运来的啊！现在咱们国家还很困难，有好多种粮食的农民伯伯呀，吃不上这个窝头呢，还在挨饿，懂吗？不哭啊！不久后，园艺厂的老厂长因病去世，焦裕禄十分自责。全县的脱产干部得浮肿病的一共有304人，因为浮肿病而死亡的已达27人。他们长期缺油短粮，营养更是谈不上。如果这些基层干部都倒下了，谁来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呢？焦裕禄提议先给干部们做个全身检查，该休息的休息，该住院的住院。为了给基层干部增加口粮，他让潘部长回登封县老家一趟，那里是丰收县，看能不能想办法买点高价粮回来。可这么做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年代，无疑是犯错误的行为。麻烦总会有的，这些我都想过，但是目前抢救干部要紧，就是我们个人犯点错误也是值得的。老焦，这事儿交给我去办，你别管了，干脆装不知道。万一出了事儿，我潘建一个人兜着，我潘建栽了，大不了回家种地去。可兰考36万群众，不能没有你啊！很快，潘部长就买回了几车高价粮食，可这也被吴县长看在眼里。他随即便向上级举报了焦裕禄的违法行为。很快，上级就派调查组来到兰考。地委震惊了，省委也震惊了。如果这件事情属实，那可真是胆大包天，全国罕见呐！破坏统购统销，给共产党丢脸！潘部长想把这件事揽在自己身上，可焦裕禄却主动承认是他让潘部长去买粮食的。晚上，调查组长找焦裕禄和潘部长谈话，等他们出来，门口却围满了干部和群众。赵专员，如果你们要处分焦书记，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就要到省里、到中央、到毛主席面前去喊冤。你们都要去喊冤吗？冤！好，我也算一个。好。同志们，请大家都放心啊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看一个干部是好是坏，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，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得到广大群众爱戴和拥护。焦裕禄同志光明磊落，襟怀坦白，不管受不受处分，他还是你们的县委书记，郝书记。
此时焦裕禄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让兰考脱离贫困线，让乡亲们都过上能吃饱穿暖的好日子。他来到被水灾袭击的庄稼地，咱们顺着水势摸摸情况。交出去！今冬明春挖好排水沟。村干部因为庄稼受灾，个个唉声叹气。咋了？就像霜打的茄子似的。毁了，全毁了，没法活了。麦子毁了，酒也种不上，还不如去讨饭呢。哎呀，假如哭就能把老天爷给吓回去，那咱就一块儿哭，哭个痛快。拉倒吧！你们都是娘们儿，越说越孬种了。7尺高的汉子，愧不愧的话，越是困难的时候，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，挺身而出，给群众做个榜样。你们先扭蔫儿了，垮了，那群众怎么办呢？也跟着你们裂开大腿，哭鼻子。同志们，拿出共产党人的气魄来，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！在焦裕禄的带领下，村干部和乡亲们一起连夜挖排水沟，最后他因肝病发作倒在了大雨里。大家急忙把他送回了县委办公室，女儿来给他送饭，看到父亲为了缓解疼痛，竟用茶杯盖狠狠抵在腹部。爸，再回家吧，你要给累死的，你要给累死的。傻孩子。爸爸怎么能死啊？爸爸还没给你买新衣服呢。不，爸，小梅不要新衣服，俺只要爸爸，俺只要爸爸。妻子让他上医院，他就是不去。你呀，老想着别人，就是不想想自己的病。小旭啊，我思摸着该回老家看看了，也让孩子们认认门儿。我想带孩子们去看看爷爷的坟，烧烧香，别让他们忘了根本。焦裕禄顶着病痛奋斗在一线，县委干部都为他感到心疼。最后，焦裕禄被强行带去医院看病。这天，县委围满了来送行的人。焦书记啊，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啊！大娘，我谢谢您啊，要不然几天就回来了。大家都别死了。焦裕禄被确诊为肝癌晚期，潘部长来看望他。焦裕禄仍旧牵挂着受灾的村落。咱兰考的雨大吗？不小啊，下了3天3夜。庄稼淹了没？我跑了10来个公社，包括年年被水淹的社队，情况还不错，没淹庄稼。可别骗我呀，老焦，我啥时候骗过你？咱们去年挖的那几条渠和排水工程都起大作用，群众情绪很稳定，就是大伙儿都惦记着你。孩子们围在焦裕禄的病床前，孩子们别哭了，别再让你爸伤心了。焦裕禄希望组织上能把他送回兰考，埋在黄河故道的沙丘上。他想看着兰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1964年5月14日凌晨，焦裕禄在郑州医院病逝，终年42岁。他被安葬在郑州革命公墓。1966年春，他的遗体被迁回兰考，安葬在黄河故道的沙丘上。兰考数十万人们为他披麻戴孝。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，兰考人民夜以继日地在风雨中奔走，为根治三害、建设新兰考而英勇奋斗。如今的兰考早已脱离贫困，百姓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。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，是人民的好儿子，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习的榜样。